先請大家把2個數字放在心上。第一個數字68000，這是國人一年裡死於三高相關慢性病的人數，比死於癌症的53000人還多出一大截。高血壓、高血糖、高血脂這3兄弟安安靜靜地站在死亡名單的最前排。第2個數字1，大多數人聽完醫師那句你的壞膽固醇偏高，回家之後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早餐盤子裡那一顆蛋拿掉。68000對1，這個落差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東西。根據2017到2020年的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，18歲以上國人的高血脂盛行率是 26%， 換算成20歲以上的版本更高，來到 31%， 等於在菜市場裡隨便站4個成年人，就有1個人的血脂已經踩線了。國健署還說過一句更刺耳的話，有40%到70%的國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經是三高的一員。血脂這件事沒有痛，沒有癢，沒有警報聲，它只會安靜地寫在那張抽血報告上。而血脂這張報告單上其實有4個數字在講話。總膽固醇是總量， HDL 是負責把膽固醇載回肝臟的回收車，三酸甘油酯反映的是糖跟酒精的賬，而 LDL 也就是俗稱的壞膽固醇，是真正會卡在血管壁上的那一個。醫師最在意的通常就是 LDL 這一欄，今天整支影片講的排行榜排的也是它，而幾乎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張自己排的榜，蛋黃第1名，蝦子第2名，內臟第3名，肥肉第4名。這張榜我們排了30年，排得理直氣壯。問題是我們的肝臟手上也有一張榜，而那張榜跟我們心裡這張長得完全不一樣。今天就把肝臟那張榜攤開來念一遍，從第5名念到第1名，中間至少會有4次跟你想的相反。先講規則，不然榜單念完會一頭霧水。我們身體裡的膽固醇有7到8成是自己做出來的，肝臟跟小腸細胞每天在裡面開工，像一個做了幾十年的老師傅，該做多少就做多少。那我們吃進去的膽固醇占多少？答案是2成到3成，而且這2-3成還不是照單全收。更關鍵的是，這位老師傅接受的訂單指令不是你今天吃了多少膽固醇，而是你今天吃了多少什麼樣的脂肪。膳食膽固醇是原料，脂肪的種類才是工單。原料多一點少一點，老師傅還會自己調節，工單一下去，產線就直接加速。而且要幫膽固醇，說句公道話，它本身不是壞東西，我們的細胞膜要靠它，性荷爾蒙要靠它，膽汁要靠它，連曬太陽合成維生素 D 的第一步也要用到它。身體會自己做，正是因為少不了它，所以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膽固醇，而是肝臟被催着做了多少，又清得掉多少。這個角度轉過來，整張榜的順序就會跟着翻盤。這就是為什麼2015年的美國飲食指南把行之多年的每天300毫克膽固醇上限拿掉了。不是因為膽固醇變好了，是因為證據不夠支持那條線。好，榜單開始。第5名，精製糖跟含糖飲料，也就是我們的幕後金主。很多人一聽會皺眉頭，糖又不是油，跟膽固醇有什麼關係？這個問題問得好，答案是關係走的是後門。糖不會直接變成壞膽固醇，它做的事情是先把三酸甘油酯拉高，把體重堆上去，把胰島素阻抗養出來。等到代謝這一整套亂掉之後，血脂就很難漂亮了。而且糖還會改變壞膽固醇的長相。同樣一個數值，被糖泡久了的 LDL 會變得比較小，比較密。這種小顆粒更容易鑽進血管壁裡卡住。2014年，美國醫學會內科醫學期刊有一篇追蹤美國成年人的研究，結論相當直白，添加糖占每日熱量1成到2成5的人，心血管死亡風險高出約3成，占到2成5以上的人，風險接近前者的3倍。台灣人的糖最大宗不在糖罐子裡，在手搖杯，在3合1咖啡，在麵包店那排看起來很無辜的甜麵包。一杯全糖手搖，糖量常常就把一天的建議額度用掉一大半。而我們喝它的時候，心裡完全不會把它跟膽固醇連在一起。更麻煩的是，那些我以為沒有糖的糖，早餐店的冰紅茶本來就是甜的，豆漿有加糖跟無糖2種，醬油膏跟甜辣醬裡也都有糖，連我們配稀飯的麵筋、
花瓜都是糖漬出來的。熟齡朋友還有一個特別容易中的，那些寫着養生無添加的沖泡穀粉、芝麻糊、薏仁漿，它們確實有營養，但很多產品的第12個成分就是糖跟奶精，等於一杯裡同時請到榜上2位。所以糖排第5名不是因為它不重要，而是因為它走的是慢路，它不直接動 LDL， 它動的是整個代謝環境，然後由環境去動 LDL。第4名，加工肉品，香腸、臘肉、培根、熱狗、火鍋料、貢丸、甜不辣，這一整排我們叫它隱藏版肥肉。它們的問題不是看得見的那層白，而是攪進去看不見的那些。做成漿、做成餡之後，脂肪比例常常比原本那塊肉還高。飽和脂肪對肝臟這位老師傅來說是最直接的加班通知。研究上的估算是這樣，每日熱量裡的飽和脂肪每多 1%， 壞膽固醇大約往上走 1.5 個單位。1.5 聽起來很小，但它是每天累積、每年累積的。早餐2片培根，中午1根香腸，晚上火鍋丟6顆火鍋料，這個 1% 根本不用刻意去湊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加工肉還多帶了鈉跟亞硝酸鹽這2位同行，血壓那一塊也一起受影響。血脂跟血壓從來不是2件事，他們用的是同一條血管。台灣人最容易忽略的加工肉，其實藏在便當的配菜格裡。滷肉飯上的那一瓢，便當裡的炸魚排，旁邊那塊火腿，水餃餡裡的絞肉，這些都不會被我們記成今天吃了加工肉。冬天的火鍋更是重災區，一盤綜合火鍋料丟下去，貢丸、燕餃、蛋餃、魚豆腐、蟹味棒，看起來清清爽爽在湯裡飄着，其實每一顆裡面都打了不少脂肪進去。那怎麼辦？火鍋不能吃了嗎？當然可以吃，把那盤火鍋料換成一盤真的肉片加一盤菜，鍋還是同一鍋，工單卻少了一大半。第3名，回鍋油下的油炸物，鹹酥雞、炸雞排、油條、炸排骨，還有市場邊那鍋顏色已經很深的油。新鮮的油炸一次其實還好，問題出在同一鍋油被反復加熱到冒煙，放涼，再加熱，這個循環走了3天5天之後，油本身已經變成另一種東西。高溫反復之下，油脂會氧化，會聚合，也會生成少量的反式脂肪，而炸物吸油的能力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。有人問，那我在家自己炸總可以吧？可以，但請記得一個原則，那鍋油炸過一輪就不要留到下禮拜，留下來的不是油，是麻煩。早餐店的油條，市場的炸物攤，夜市那條街，這些是台灣人最熟悉的味道。我們不用完全戒掉，但要知道它站在第3名，而不是站在無害那一區。還有一個小技巧值得記住，判斷一攤炸物的油新不新鮮，看顏色跟泡沫。油色偏深褐，下鍋時泡沫細碎又久久不散，旁邊有一股回鍋的悶味，這鍋油通常已經工作太久了。自助餐台上那些放了2-3個小時的炸物也是同樣的道理，它們冷掉之後把油又吸回去一次，口感變硬，我們的血管卻沒有變聰明。現在來到第2名，這一位很多人一輩子沒把它當成食物看過。第2名，奶精跟植物性奶油，我們叫它白色粉末。早餐店那杯又香又滑的大冰奶，辦公室抽屜裡的3合1咖啡包，蛋糕上那坨擠得漂漂亮亮的鮮奶油，還有吐吐司的乳馬鈴。奶精裡面到底有沒有牛奶？答案是通常沒有，它的主體多半是植物油加上玉米糖漿、固形物，再加乳化劑，調出那個奶香跟滑順口感。香港食安中心做過檢測，市面上的奶精樣本反式脂肪含量偏低，甚至驗不太出來，但飽和脂肪的量相當可觀。這句話要拆成2半聽，前半段是好消息，後半段才是重點。因為飽和脂肪正是肝臟那位老師傅最買賬的工單。我們一天喝一杯早餐店奶茶，一年就是300多杯。這300多杯裡沒有一杯是牛奶，但它們对血脂的貢獻比我們戒掉的那300多顆蛋大得多。要換也不難，同一家早餐店把奶茶換成鮮奶茶或無糖茶，這一步不用花力氣，也不用忌口忌到痛苦。還有那一顆一顆的奶球，就是餐廳咖啡旁邊附的那種小塑膠盒，它的身份證跟奶精是同一張，
只是換了個包裝，一天丟2-3顆進咖啡，一周就是10幾20顆。植物性奶油那邊也一樣，乳馬林、酥油、白油，蛋糕上的植物性鮮奶油，這些名字在成分表上長得都很像，共同點是常溫下能站得住，不會化成一灘。這裡送大家一個判斷的土方法，常溫底下越硬越挺越能塑形的油，飽和的程度通常越高。豬油會凝，奶油會硬，酥油會結塊，而橄欖油在同樣的溫度下是流動的。當然這只是粗略的原則，不是化學課本，但在超市貨架前面2秒鐘要做決定的時候，它比任何專業名詞都好用。好，第一名要念了，而第一名就是我們每天早上最熟的那位老朋友。第一名，酥皮家族，酥皮濃湯、奶酥厚片、蛋撻、起酥蛋餅、太陽餅、老婆餅、鳳梨酥，我們幫它取個名字叫千層陷阱。為什麼酥皮這麼會排？因為那個酥字本身就是脂肪堆出來的物理效果，一層麵皮一層油，一層麵皮一層油，疊上幾十層，烤的時候油把層跟層之間撐開，才有那個入口即碎的口感。而要撐得開，那個油必須夠硬。這裡有一句業界的老話，越硬的植物油反式脂肪的量越多，所以過去酥皮類的反式脂肪含量往往比一般糕點高出一截。反式脂肪為什麼是榜首？因為它是全場唯一的雙面刀，其他食物頂多把壞膽固醇往上推，反式脂肪會一邊把 LDL 往上推，同時一邊把好膽固醇 HDL 往下壓，一刀切兩邊，這是別人做不到的。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是，反式脂肪最好控制在每日總熱量的 1% 以內，而被廣泛引用的估算是，反式脂肪多吃到總熱量的 2%， 心臟病風險就往上跳2×3。2%是多少？一天2000大卡的人，大概就是40大卡，也就是4公克多一點的反式脂肪。一塊酥皮點心加一份油炸物，這個額度就見底了。講到這裡，應該有人要舉手了，台灣不是早就禁了嗎？沒錯，衛福部在2016年4月公告，食用氫化油之使用限制，自民國107年7月1日起，也就是2018年7月開始，食品中不得使用不完全氫化油，違者可罰3萬到300萬元。那一刻大家都以為人工反式脂肪這一頁翻過去了，哪知道現實又反轉了。不完全氫化油被禁掉之後，業者還是得找到一種夠硬的油來做酥皮，於是棕櫚油、棕櫚硬脂、椰子油這一類天然就很飽和的植物油大量頂了上來。結果是什麼？反式脂肪確實降下來了，這是真的進步。可是飽和脂肪的比例反而在很多產品裡往上走，我們趕走了榜首那位，卻請進了第2名的親戚。對肝臟那位老師傅來說，工單還是照樣進來，只是換了個抬頭。所以酥皮之所以還坐在第1名，不是因為它現在還塞滿人工反式脂肪，而是因為它是反式脂肪的老巢加上飽和脂肪的新窩，2份工單一起下。而它最厲害的地方在於，它偽裝成早餐，一碗酥皮濃湯配一杯奶茶，很多人吃了20年，從來沒把它跟血脂報告上的那個數字連起來。再加上一件很少人算的事，奶酥厚片一份大約300大卡，鐵板麵一份400到500大卡，醬料的鈉常常一份就超過2公克。我們以為自己只是隨便吃個早餐，台式糕餅這一塊也在同一個家族裡，太陽餅、老婆餅、蛋黃酥、鳳梨酥、綠豆椪，靠的都是同一套油皮包油酥的功法。那層一咬就掉屑的酥，本質上就是油撐出來的空隙。過年過節、探病送禮、廟裡拜拜，這些餅在我們的生活裡從來沒有缺席過。它們不是不能吃，而是要記得它坐在第1名的位置上，一次吃半個跟一次吃2個差距很大。而現在的成分表其實很願意告訴我們真相。翻到背面看飽和脂肪那一欄，再看反式脂肪那一欄，順便看看成分裡有沒有出現植物油、酥油、棕櫚油這幾個字。2秒鐘的事。念到這裡，一定有人在心裡嘀咕，那肥肉呢？3層肉呢？控肉飯呢？他們去哪了？答案是，肥肉大概落在第3、第4名附近，而且它有2個常被忽略的優點。第一，肥肉是看得見的，
看得見的東西，我們自然會節制，會夾掉，會挑掉，會有罪惡感。第二，豬肉的脂肪裡並不是只有飽和脂肪，也有相當比例的單元不飽和脂肪。真正危險的從來不是我們警戒的那個，而是我們毫無戒心的那個。酥皮不會讓人有罪惡感，奶精不會，甜麵包也不會，他們就是這樣一路爬到榜首的。好，榜單念完了。可就在所有人以為故事到此結束的時候，還有一組食物在場邊等着平反。第一位，雞蛋，我們的被冤枉30年的模範生。過去30年，蛋黃背了太多不屬於它的罪，原因很單純，一顆蛋的膽固醇含量確實不低，看起來就很像兇手。然而事情沒這麼簡單，膽固醇含量高不等於它會把你的血中膽固醇推上去。因為決定產線速度的是飽和脂肪，而一顆蛋的飽和脂肪其實很少。2025年，美國臨床營養學期刊有一篇隨機分派的交叉試驗，設計得很聰明。研究讓受試者在低飽和脂肪的飲食底下，每天吃2顆蛋，連續5周，結果是壞膽固醇不但沒升，還下降了。關鍵在於那句前提：低飽和脂肪的飲食底下。同一年，營養素期刊發表的另一項研究，追蹤了8756位70歲以上的長者，時間接近6年。每周吃1到6顆蛋的長輩，跟幾乎不吃蛋的人相比，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低了 29%， 全因死亡風險低了 15%， 連本身有血脂異常的參與者，這個數字也還有 27%。 那我們可不可以放心，一天3顆、4顆？這裡要誠實一點，答案是不建議。因為關鍵不是那顆蛋，是它旁邊坐着誰。荷包蛋配培根，蛋餅加起酥皮，蛋堡配奶茶，真正把工單送進肝臟的，從來都是旁邊那幾位。健康成人一天1顆蛋，目前的共識是安全的。如果你的血脂已經有狀況，就把這件事拿去跟你的醫師討論，讓數字說話。而且對熟齡族來說，把蛋整顆丟掉其實很可惜。蛋白是品質極好的蛋白質，對55歲以後最該守住的肌肉量很有幫助。蛋黃裡有葉黃素、玉米黃素、膽鹼跟維生素 D， 這些東西在別的食物裡沒那麼好拿。很多長輩早餐只吃稀飯配醬瓜，蛋不敢吃，肉不敢吃，結果膽固醇沒降多少，肌肉倒是先掉了，這不是一筆划算的交易。第二位平反的是海鮮，蝦子、小卷、蛤蜊、干貝這一整排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蝦肉、小卷、蛤蜊的膽固醇含量其實比一顆雞蛋還低不少，而且它們的脂肪含量低，蛋白質品質好，是相當理想的蛋白質來源。要小心的是內臟部位，蝦頭裡的那塊膏、蟹膏、烏魚子，膽固醇集中在那裡，避開那幾口。蝦子跟花枝完全不需要背黑鍋，真正該注意的是海鮮怎麼被煮。清蒸的蝦跟裹粉油炸的蝦，中間隔着整整一個排行榜的距離。同樣被冤枉的還有堅果，很多長輩一聽堅果油脂高就整包收起來。其實核桃、腰果、杏仁裡的是不飽和脂肪，一天一小把是加分不是扣分。要避開的是那種裹了糖衣又炸過又調味的版本。至於內臟，像豬肝、腰子這些，倒不必完全打入冷宮。它們的鐵質跟維生素含量很高，只是膽固醇確實集中，改成1個月吃1-2次的頻率，比終身不碰務實得多。這裡要說一段比較不討喜的話，但這段很重要。我們今天講的是飲食排行榜，可是飲食從來不是唯一的變數。有些人吃得非常乾淨，血脂還是下不來。一個常被漏掉的原因叫做家族性高膽固醇血症，這是基因帶來的。肝臟清除壞膽固醇的能力天生就不夠。台灣的估計盛行率大約每200人就有1位，另一份調查算出來接近每160人1位。而我們的診斷率非常低，絕大多數帶因者一輩子不知道自己有這件事。它的特徵是什麼？壞膽固醇數值特別高，常常一驗就是190以上，而且家族裡往往有人在560歲甚至更早就發生過心肌梗塞或中風。如果你或家人符合這個描述，這不是靠戒酥皮能解決的事，請直接找心臟科或新陳代謝科談。基因這一關，飲食幫得上忙，但幫不了全部。
除了基因，還有幾個常見的非飲食因素也會把數字往上推。甲狀腺功能低下就是很典型的一個，代謝慢下來，血脂跟着往上，這種情況吃再乾淨也不會好轉，得先把甲狀腺處理好。女性朋友則要注意更年期這個關卡，雌激素退場之後，很多人的膽固醇會在1-2年內明顯往上走，這跟他這一年有沒有多吃幾塊蛋黃酥其實關係不大。還有睡眠不足、長期壓力、抽菸、久坐不動，這些每一項都在影響血脂。所以如果你已經很認真在調整飲食，數字卻還是不動，那不是你不努力，是這件事本來就有很多條線。同樣要講清楚的還有藥，已經在吃降血脂藥的人，請不要因為看了任何一支影片就自己把藥停掉。血脂藥的邏輯是壓住肝臟那位老師傅的產能，飲食做的是減少送進去的工單，這2件事是搭配，不是2選1。要不要調整劑量，要不要停藥，多久追蹤一次，這些都是要跟你的醫師討論之後才決定的。我們在這裡負責的部分是把工單那一半做好。那麼工單這一半實際上怎麼做？第一步也是最省力的一步，先處理喝的，把奶精換掉，把全糖換成無糖或微糖。這一步不用改變任何一餐，卻直接動到榜上2個名次。第二步，處理酥皮，不是永遠不吃，是把它從每天的早餐降級成偶爾的點心。1週1次跟1週7次，對肝臟來說是完全不同的2件事。第三步，把早餐換成有纖維的版本。燕麥裡的貝塔、葡聚糖是目前證據相當扎實的一位幫手。美國跟歐洲的食品主管機關都認為，每天攝取足量3公克的燕麥貝塔、葡聚糖有助於降低壞膽固醇。3公克大約要多少燕麥？大概75公克的傳統燕麥片。它的作用機制蠻有意思的。貝塔、葡聚糖在腸道裡形成膠狀，把一部分膽汁酸包住排出體外。肝臟為了補回膽汁酸，只好去消耗血液裡的膽固醇，數字就這樣被拉下來。自然通訊期刊上還有一項針對代謝症候群受試者的研究，短短2天的燕麥飲食介入，壞膽固醇就下降了約1成，而且效果在恢復一般飲食之後還維持了數週。當然，這是研究環境下的短期數據，不代表每個人都會有一樣的結果，但它至少說明一件事，這台機器的反應速度比我們以為的快很多。第4步，換油跟換烹調，橄欖油、苦茶油、堅果、酪梨、深海魚，這些是把飽和脂肪換掉的實際選項，不是多吃，是取代。用蒸的、烤的、滷的取代炸的，用鮮奶取代奶精，用一把無調味堅果取代一塊酥餅，每一次取代都是往榜單下面走一格。第5步，把身體動起來。運動最直接的功勞其實不在壞膽固醇，而在把好膽固醇 HDL 那台回收車叫回來上班，同時把三酸甘油酯壓下去。一天快走30分鐘，多數人做得到。最後一步，把數字握在手上。40歲以上到64歲，健保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是每3年一次，65歲以上是每年一次，裡面就含血脂檢查，這是我們早就繳過錢的東西，用它一點都不客氣。如果你已經在追蹤血脂，建議把每一次的報告留下來，照時間排好，單看1次是1個點，看3次、5次才是一條線，而醫師真正在意的一直都是那條線的方向。我們回頭把那張榜再念一次，這次順着念。第1名反式脂肪跟酥皮家族，第2名奶精與植物性奶油，第3名回鍋油的油炸物，第4名加工肉品，第5名精製糖與含糖飲料。而蛋、蝦子、花枝、蛤蜊站在榜外，他們被冤枉了30年，今天把名字還給他們。肥肉不是第1名，蛋更不是。真正把壞膽固醇推上去的是那些酥酥的、香香的、滑滑的，讓我們一點戒心都沒有的東西。如果整支影片只能記住一句話，就記這句：決定肝臟那位老師傅開多快的是脂肪的種類，不是食物裡的膽固醇數字。把這句話帶進早餐店，很多選擇會自己浮出來。酥皮濃湯換成蛋花湯或味噌湯，大冰奶換成鮮奶茶，奶酥厚片換成一顆水煮蛋加一份烤吐司。同一家店，同樣的價錢，同樣的3分鐘，
最後留一個約定，下次抽血報告拿到手的那一天，先別急着看那個數字有沒有紅字，把這支影片再翻出來，從第5名對到第1名，一個一個對過去，想想這3個月裡，那杯奶茶喝了幾次，那碗酥皮濃湯喝了幾次，那盤鹹酥雞叫了幾次，然後你會發現，報告上的數字其實一直在跟你講話，只是我們以前聽不懂它的語言，現在我們聽懂了。下一張報告就是驗收的日子。